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自己家做的锅包肉总是变软不脆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娇妈。今天我把压箱底的东北大厨秘籍分享给你们，从选肉、泡粉到关键的烹汁，全程毫无保留。跟我一起看看怎么做吧。我们先准备200克已经洗干净的猪里脊，猪里脊口感嫩滑，肉质均匀，油炸后肉也不会柴，用来做锅包肉是最好的。用刀顺着猪里脊的猪肉纹理切成刀背一样厚的薄片，差不多切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剩下的猪里脊也一样切完后装入盘中。切好的猪里脊还要进行腌制入味。腌制的调料有1克盐，还有5毫升用来去腥的料酒。随后把调料抓匀，为了让猪里脊能够充分入味，还需要将其腌制2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100克的土豆淀粉，并倒入一些清水，清水的量可以覆盖住土豆淀粉就可以了。随后将土豆淀粉放一旁浸泡2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把配菜处理一下。10克香菜提前洗干净后剪成小段，不爱吃香菜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不放。随后把5克洗干净的生姜片切成细丝，切好后放一旁备用。还有5颗大蒜，用刀切成薄片即可。最后是1根胡萝卜，用刨刀去皮后切10克胡萝卜丝作为配菜之一。胡萝卜丝在这道菜里面的装饰性更大一些。另外记得再准备5克小葱段哦。所有配菜也都整整齐齐准备好啦。20分钟后，土豆淀粉水也已经浸泡好了。浸泡好的土豆淀粉已经沉淀到碗底，清水漂浮在上面了。我们把浮在表面的清水倒掉。这道菜的淀粉只能用土豆淀粉，它可以更好的挂在肉上面，炸出来的肉也会更酥脆。我们继续拿出腌制好的里脊肉，将刚刚浸泡好的土豆淀粉倒入肉中。如果觉得淀粉有点干，我们可以加入1小勺油，油不仅可以改善淀粉的质地，还能延缓锅包肉外层的土豆淀粉油炸后回软，并达到理想的酥脆口感。在混合土豆淀粉和猪里脊的时候，动作要轻柔，宁可慢一点。猪里脊都裹满淀粉后，就可以开始准备烹饪啦。油锅内都倒入一点油，开中火加热，油加热到竹块插油里面冒小泡泡，就可以加入猪里脊了。根据油锅大小，一次不要放太多肉进去，怕炸粘连。猪里脊炸到从油锅底部浮起来，像这样就可以先夹出来了。炸好第1次的猪里脊是这样的，已经完成了初步定型。接着我们把剩下的猪里脊都按照刚刚的步骤炸好第1遍。如果你想要多做一点锅包肉，可以按照我的食谱等比例增加食材即可。土豆淀粉的粘性很足，炸好第1遍的油锅内基本看不到掉落的淀粉渣。这是完成初炸的肉，已经有一点酥脆感了。接下来把火开到最大，让油温升到最高，看到锅子冒白烟了，就可以炸第2遍了。如果你的油锅大，这一步可以直接一次性倒入所有的肉。因为初炸已经把肉定型，现在复炸也不会粘连了。如果和我一样油锅相对小，那就一次放几个就行了。炸第2遍的时候，从肉放进油锅里面，只要10几秒就可以了。也可以根据肉炸的状态，炸到有点焦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炸好第2遍的肉已经熟透了，直接拿来吃也可以了。口感是酥酥脆脆、咸咸香香的，和小酥肉的味道几乎没有什么差别。进入最后一步调味，热锅冷油，开中小火。油热后，我们加入50克白糖、1克盐，还有50毫升白醋或者米醋，这里不建议用陈醋，陈醋颜色太深，做出来的颜值会差一点。调味至用中火熬到浓稠，中途可以用锅铲多搅拌一下。调味至颜色接近很淡的黄色后，快速加入配菜，再快速翻炒一下。
接着马上倒入炸好的猪里脊，改大火翻炒一下，让肉都裹满糖醋汁，随后就可以盛出啦。这一步要快一点，不然糖醋汁容易变成焦糖汁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点赞加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酸酸甜甜、酥脆鲜香的锅包肉就做好啦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娇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